好，来看看今天小狼给大伙带来的是一个2024年全新的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啊，这是不可能的，来自于我的美少女婷婷啊，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张辽天王难度单秒10的一个视频啊。很多人说小狼呀，这个以前张辽秒9，后来秒10啊，秒11，还有 TAS 秒13的呢啊，很屌的啊，秒10好像不够看。首先第一啊，咱们玩的是最难路线，同时啊，咱们是张辽人脑啊，天王难度秒10。这可不是跟你们嘻嘻哈哈的啊，而且呢，还是这个婷婷打的啊。她是前天晚上给我的视频，是托人给我的啊。但是呢，我想说这个事儿啊，这个美女玩家在我这儿啊，首先我是没有用我的肉身检验这个美女的真身，所以说在我这儿呢，啥时候约一下啊？这个不知道婷婷是哪儿的，对吧？我打个飞机我就过去了，然后呢，我帮你们验证一下，兄弟们啊，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好，那张辽单秒啊，跟之前的赵云单秒也一样啊，秒杀嘛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秒杀的过程。张辽什么能秒？首先，张辽一些吴国的人啊，该秒肯定是要秒的，对吧？你只要是吴国的张辽就有优势啊。然后你要是其他的话呢，就可以看看方案。你比如说第一关的这个孙姬，咱就可以秒。而且你想啊，孙姬就是你孙姬，它本身就是吴国的，对不对？你除非你玩三国杀，这个甄姬有2个版本，一个是吴国版本，一个是蜀国版本，对吧？吴国版本那个大家伙都了解啊，3血2技能是吧？可以可以跟男的睡啊，就哪怕他是孙权、孙坚也可以睡啊。哎，夫君身体要紧啊，对吧？都有点乱啊。别动，我在思考啊。还有一个技能呢，就是啊，只要更换装备或者被人卸掉装备啊，只要掉一个装备，哎，就会摸2张牌啊，也是一个这个有上限啊，这个有辅助的这么一个将。然后那个蜀国的那个啊，据说现在是对吧？是这个4血2技能啊，但是也可以当做1技能，因为它觉醒了之后就变成了那个换装备的那个了啊。之前呢是有人吃桃。啊，有人补血，他可以摸1张牌，或者让那个人摸2张啊，跟黄盖配合非常好啊。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既然是吴国的，那我张辽对你就有优势啊，对不对？不过想一想，你有没有优势的？那第一关 BOSS 就那点血，说秒啊的都能秒，但凡玩单秒的人，第一关都秒不了，那还玩个屁呀，对不对啊？婷婷小狼熟吗？我不太熟，但是以前我们办公室不是，以前我们文工团有个叫婷婷的啊。哎，我们文工团有个叫婷婷的，她是我那个前女友的闺蜜啊。然后这个婷婷，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有这个意思啊。哎，张文远记得有个版本可以无限连招，你是无限连这种事儿吧？还是分啥，对吧？现在有很多版本都可以无限连啊，可以破掉那种啊。Tik。好，由于咱们玩的是天王难度啊，这个就是就是在无论说是你是游戏的难度也好，还是方案来讲啊，比如说你挨打，通过挨打来费血也不太一样的，不好整的，对不对啊？狼睡了会怀孕吗？什么意思？什么叫睡了会怀孕？你不如问我亲嘴了会不会怀孕啊？好，一个毒镖扔这个主要是为了看兵。这个张辽啊，大家伙记住啊，好的，用血杀来打2段连击啊。这个张辽呢，默认啊，他对于小道具就是有天生的这个加持，比如说扔带火的道具，还有就像这种扔这个铁莲花，都是有优势。好，最后来翻雷滚天，怎么听怎么像奔雷8天啊，无敌了啊！啊，狼哥回归了，那回归也没啥用啊，斗鱼现在。脑瓜子嗡嗡的啊，对不对？梆！我看他们玩那个魂类游戏，怎么干成主机游戏人气还不少的？是刷的还是咋回事？我不知道啊。还是说女玩家天生带优势啊？不行，我也玩主机了。那主机游戏对吧？玩点是吧？这个剧情的、恐怖的、什么魂类的啊，那也是个路子，对不对？好，感谢刚才我们的西沉木烟一手大金卡，坠卡了啊，还差20个贡献，升1星，升1星啊！你们哥几哥俩，升1星啊，还差20个贡献啊，相当于1/3张办卡啊。这个张嘴3分力，对吧？是吧？这个会哭的孩子有大窑喝啊，有啤酒喝啊。
张辽必杀的电对敌人有麻痹效果没？什么麻痹效果？打完会滋？那不是，那打完它滋滋滋的呗？它是麻痹是什么概念？玩传奇呢？张辽戴了个麻痹戒指，对吧？张辽左边戴麻痹，右边戴复活。劝我转主机去。如果跑到那个哪儿，播主机怎么样？播主机。噔噔噔，梆梆梆梆梆梆。我是不是应该转到那个怀旧区啊？是吧？其实，在哪个区吧都一样啊。咱说实在话，我要是刘德华，我是跑到哪个区都行，是不是啊？啊，现在是不是换区？这个，有的人可以同时在好多区里面，这个有这个啥，对不对？好，我们看看啊，先不扯。这个第2关能秒的 BOSS 呢，夏侯渊，对吧？一手夏侯渊，然后就不多说啊。好，感谢我们123代赠送的仙女棒棒啊。我这口才行吗？可以啊。那到时候转呗，干脆转了得了啊。你说现在这个人气其实也能理解啊，毕竟咱们刚回归直播嘛。但是斗鱼是吧？对呀，回归了。但是坐等合同到期再预定接下来会怎么说啊？好，他这个单秒的话，走的这个路线打的套路啊，都必须要记清楚。你比如说啊，咱们这个有很多特殊关键的宝，还有关于打分儿。其实这个张辽控分比较好控啊。张辽控分啊，你比如说他后前手，他就是不加分的啊。好，有妹子玩这个这么强的吗？这个女玩家吧，理论上来讲肯定是要比男玩家要弱。这个目前按照这个从古至今来啊，无论是中外的这个历史啊来讲啊，无论是各行各业啊，基本上都是男的做的比较好啊，除非特种行业啊，但凡带有一些竞技的就不一样了。特种行业，比如说做幼师、做护士啊，对吧？这个一般来讲女性比较适合啊，它确实在核心竞争力上是适合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是玩游戏，目前来讲，男性的这个思维能力和他的这个反应，以及作为雄性的这种特质啊，男性稍微合适一点，但也不排除有很多女的玩的比男的好，对吧？包括你像这个，你比如说你像张伟丽，是吧？虽然说他一进女流之位，请问你能打得过他吗？我感觉他能打我感觉我实话实说，他也就打我2、3个，我跟你说就不一定了，对吧？但是你得分怎么打，他要打我3个，我肯定不敢还手。但如果说玩命的，那就不一样了啊！不行，我上牙我就咬他，对吧？你这玩，但凡人玩命了，也不要小看他啊。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是吧？啊，这个男玩家和女玩家，女的玩家呢，可能还也有一定的，对吧？也有高手的。你像你玩乒乓球玩的再好，对吧？你市冠军，你打张一鸣，你肯定打不了。如果你是省冠军，那张一鸣完全打不了你，对吧？因为男的吧，可能还不太一样啊，这个速度啊、反应啊，只是说摆在这儿啊。能聊的剧情太多了，有剧情 OK。我这么回事吧，我这样吧，兄弟们，咱也给自己定个那啥吧，先那个啥，现在先是我播2个月，我为什么要播个2个月呢？因为第1个月呢播完他不给你工资，他在第2个月的月底才会给你工资，对吧？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然后等他到第2个月的月底给我工资了，我看看怎么个情况，咱们再穷则思变，对吧？要不然你说咋整，对不对？我狼活了，确实是啊。最难的是子龙这个角色，谈不上说难或者不难，就上限来讲，如果要每一个角色都有上限，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难。只是子龙是最秀的一个，他的人脑目前理论上来讲，人脑可以秒10，我操，没打着。人脑最多啊，可以秒17啊！你听明白了，真的是人脑秒17，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狼的5险哪他妈有5险1金，5个粑粑5险啊！关羽能秒多少？关羽 TAS 最多目前秒14。人脑的话，好像真说实话啊，有个秒10，
有个秒9、秒10就不错了，真的是这样的啊。目前呢，我见过秒9的，秒10我忘了，秒9的我知道有。关羽秒9 ，TAS 可以秒14。张辽呢上限就比较低，他 TAS 目前好像是秒13啊。然后赵云的 TAS 最多是秒18。这昨天和前天我解说97比赛解说的非常多呀。今天呢是有那个保国和那个河池的比赛啊，然后我就没说，因为我觉得吧，就是可能是娱乐性比较强，咱也就不说了啊。因为这一阵我看比赛，我跟你讲，真的全都是演戏啊，全都是戏，这都是说有点类似于像那个什么，有点像那个就是武林风啊，有点像武林风昆仑决一样了啊，就很无聊，你知道吧？对不对？这好不容易，昨天我听说那个一龙被人给 KO 了，第一回合让小日子给 KO 了啊，太嘚儿了啊！这一龙这铁布衫哪去了？对不对？这一动真枪的让人 KO 了，直接脑瓜大了啊！还有那个张志磊，我不知道大伙儿看不看那个体育圈啊，格斗圈，就真格斗圈，不是格斗游戏圈哈。张志磊呢是WBO 拳王啊，是吧？这个亚洲区拳王。然后他跟那个帕克打，然后给人击倒了3次，然后最终还判输了，是吧？这个该说不说的，对不对啊？踢，这说的这个发音根本就听不懂，爱谁谁。好。噔噔噔噔噔噔，好，走反路啊，一手小反路，然后直接反路走正路，咔咔就是干啊！最难路线没有双马吗？什么叫双马？你是玩风云再起吧？双马，这个咱们是119啊。119啊，三国战记119啊。好，感觉这个张辽的这个飞脚这招挺牛的啊，他能跳起来把鹰给踹死，我真是，就感觉现实中真有个鹰怎么踹呢？感觉怪怪的，是不是啊？好。你看这个后前手是不加分的啊，带小粉光啊，这个很多人说那不加分你练它干嘛呀？又不升级，哎，就因为它不升级，反而就秒杀或者单秒或者合秒更容易控分了，还长气儿，对吧？我还长气儿，我还不加分，是好事啊，不要以为是坏事啊。这个对于高手来说，你就不给他等级，人照样能通关。哥，咱们巴不得一上来我就24级，对吧？我上来我最起码我血多呀，对不对？14年就说要验正神，那我没验过呀，我哪有那个本领啊？我说实话，我说难听点，14年我还有这个本领的。我说难听点，我地位啥也行。我说一句话，一言咱不能说9鼎，最起码得有3鼎了，对不对？现在那就是已经是这都已经不是小狼了，现在都已经小，对吧？这小狗，对吧？小哈士奇。你这就对吧？人微言轻啊，对不对？是不是？你整半天你人微言轻，你以前我狼每天5星通关，每天5星，现在每天这2星都上不了，这对吧？你这看得出来，人气那时候我一开播一有比赛2、3千贵宾，那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有的时候这个大屏比赛，即便播这个街机600-700啊，对吧？当然也有一部分这个斗鱼的原因，但是呢，人家怎么也有800-900、600-700的，你怎么就没有，对吧？那说明还是面啊，现在已经不行了，啊，江河日下，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好，这个单秒呢，主要是放了一手这个招安状啊，很多人说那没有招安状了吗？浪费了吗？没事儿，招安状在第3关还有，这是秒杀的第2个 boss 啊，第1个 boss 是孙基，第2个 boss 呢是夏侯渊，然后呢，接下来的3个 boss。怎么说啊？这个梦幽就不用说了啊，梆梆梆梆梆梆，
180万残。好，感觉他在空中踢这几下，这个还能再接跳 A 啊，就感觉这招特别厉害。你看，他这个叫什么无限脚是吧？就感觉就是可以跳 A 跳 A， 哎，咔咔就是干啊！今天可以听到左慈了啊，没毛病。一会儿下一个节目呢是恐龙快打的竞速版，TT 大神的全新记录，但是速度比较快，因为16分钟不到就结束了啊。好，你说现在啊，一个人徒手能打败一只东北虎吗？很多人说不能啊，但是呢，徒手肯定打败不了。如果给一个人足够的防具和兵器，有没有机会啊？我说的兵器是冷兵器啊，对吧？不是那个，不是枪啊！现在是什么时代了？7步以内，枪又快又准，对吧？主要是啥？这个老虎啊，首先力量呢就比较大，速度也快。再有一点呢，老虎呢，这个对吧？这个牙和爪都比较锋利。如果要就护甲来讲啊，首先得穿那种浑身带刺儿的，保护好身上重要血管的。这脖子上啊都有个那个啥，有一个箍，这箍上都是刺儿，你知道吗？啊，老虎过来一咬，直接把自己给咬没了啊，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们就别搁这扯这个节奏了。哎呀，现在不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给我钱时你是爹，不给我钱时你是啥？（括弧我的意思，我不是这样人啊。我的意思，很多我是啥呢？就你对我好，我就念你好，对吧？这我必须得，人就要讲情义。虽然说呢，现在已经不是那个社会了，有的时候过于讲情义，反而还限制自己的发展啊，最后两边不讨好。但是呢，没办法，人啊就是性格我这个，比如说像我就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嘛，那顾名思义，那就是被自己的性格所操纵了，对吧？人家说高手跟高手之间对决，性格都得收敛着点啊。台词来源于这个《亮剑》，对不对？这个你得压着自己的性子，压住了性子才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现状。我也要慢慢学啊，但是我是念情义的啊。有的人这不是情不情义的问题，对吧？就是说你不让我，你让我，你让我，你不让我，你凭啥让我？对吧？你凭那行吧，你凭你来吧，你不来，你又是个啥？对不对？好久没见了是吧？啊，不是打不过，其实吧，现在来讲啊，我觉得大伙太小看人类了啊！人类呢，这个确实按照目前来讲啊，这个弱的人比较多。你像我狼，你让我跟老虎干，你让我跟只狼干，我说实话，我都得寻思，真事儿。我朋友有一句至理名言啊，什么样的动物不怕？但凡能一脚踹飞的动物，它都不害怕，知道吧？什么有人说大鹅的战斗力比较猛，又什么有的狗啊，这狗就可凶了。我哥们就一句话，能不能一脚踹飞？但凡能一脚踹飞就是懒子啊，对吧？就说这个意思啊。你比如说大鹅，提溜他脖子一下就给甩飞了，对吧？你对吧？你这人嘛，主要是怕疼，你知道吧？就是说他不，你要对吧？人如果要拼命，真是人不弱的啊，人要拼命，人不弱的。而且人还会用智慧，还会用工具，那凭什么不让我用工具啊？啊，上来对吧？上来我，比如说我是法师，你是坦克，你是战士，你是刺客，然后还不让我用魔法，对吧？你不让我用技能，那他妈我给你玩啥呀？对不对？是吧？你那技能点都点上，但咱也不能说用那个热武器，用热武器呢那就没法玩了。你给我一把 AK， 我说难听点，你老虎你过来，你让我试试来，对吧？我就突突，我这老虎脑瓜子我都给你踹放屁的，对不对？金钱如粪土，人意值千金。可是现在啊，这个你只有了千金，你才会期待仁义，对吧？比如说你现在不缺钱，你就期待有人真心对你好。可是有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他缺的不是仁义，他缺的都是钱，对吧？可能说越穷的人，越底层的人越讲仁义，因为他没有别的，他只有仁义了。
不过呢，越有钱的人就是你跟我讲钱，我最不缺的就是钱，我现在就缺谁能真心对我，也一样。所以说谁也别羡慕谁，对吧？子非鱼，对，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呢？对不对？哎，就说这个意思啊。董卓死后，貂蝉去哪里了？你说的是《三国演义》吗？《三国演义》的话，貂蝉就是失踪了啊，没有了，功成身退了。但是按照有一些野的这个小说，包括一些野的这个资料啊，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电视剧，他会把貂蝉变成了跟吕布，还有像有的像我还有看过很多的这个说法，说是跟这个关羽了。像《三国战记》，貂蝉就是跟关羽了。因为关羽在荆州城里面，至于为什么，你细想，这个故事我讲过好几遍，我就不再赘述了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如果按照这个正史来讲呢，没有貂蝉这个人，对吧？都是缝合怪，就是有个女人啊，有原型啊，这个对吧？这个吕布啊，这个吕布的部将啊，跟他还是有点关系。但是呢，不是叫貂蝉，也不是貂蝉本身也叫名字嘛，对吧？啊，貂蝉是一个官名。好，这是用爆气的方法打，单 A 前倾手4，下蹲 A。他这个单 A 不算一招，看没见？一个单 A 接前手可以在空中，相当于单 A 加前倾手是一招。最弱 BOSS 啊，血量太少了，最后还接上了一个杀手锏。我操，这个杀手锏感觉非常帅啊！到底是杀手锏是杀手锏？比较赖啊！失踪主播回来了，那可不是咋的啊！鹅拎他脖子，对。其实有的时候打仗打的就是一股气势。其实古代咱们也一样，打仗打的就是气势。现在也是啊，人必须为什么要军训？为什么训练的时候咱们要打好精气人，要行得端立得直？就是你一看就是不好惹，对吧？这个气势很重要，士气很重要啊，一定要有士气。你像尤其是古代打仗，冲到第一排是吧？先锋没有士气怎么玩？一冲上去就赶紧往后跑了，血战了那不行，对吧？你像那个大鹅，你别看只是一个家禽，对吧？这个大鹅呢，据说有恐龙血统嘛，对不对？对吧？这个有人先天对大鹅就害怕，有的动物。这个鹅，说实话，它再有什么攻击力，说难听点，前人是挺疼的，那有什么用呢？也不致命是吧？你哥，是吧？有好多动物碰见鹅，你比划比划，对不对？好，等这个下后蹲啊，打死那个铁锹兵。感觉这个，你们是管这个叫铁锹兵，还是叫电蚊拍兵啊？其实人嘛，就是觉得人的命比较宝贵嘛，人命关天嘛，人命比较宝贵。有的时候你跟动物打，你犯不上，你跟他拼命啊，对吧？所以说才会害怕嘛。正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有这么一句话叫“狗咬你一口，你还咬狗一口吗？”我说难听点，你要是真说是一狗真咬你一口，你俩生死存亡，你不咬它，你不咬它，我操，它真咬死你咋整？疯狗什么的啊？但你疯狗咬你，你得打疯狗狂犬疫苗啊，那必须得打啊！咱就说这个意思。蛇毒。啊，毒类的就没法说了。你像有一些鸟类，有那种那个热带的那种青蛙带毒，然后呢，有的鸟类吃的那个青蛙啊，或者说有一些蛇吃的那个青蛙，它也带毒。毒这种东西啊，就是元素攻击啊，元素攻击。但是呢，毒这个东西有的动物它也不怕。你比如说，你像蛇，据说猪它就不怕蛇，对吧？啊，可能免疫蛇毒。这个一物降一物啊。好，第二个 boss 也秒杀，一管血的 boss 随便玩啊。即便呢他不是吴国将领，但由于血量实在是太少，随便无所谓。诈尸了，哎呀，看来我狼的这个小伙伴还是蛮多的啊。我这回来直播虽然说好几天了，但是还有好多人不知道。每人一小快递。每天一小可乐啊，每天一大可乐。啊，好，
补血书啊，关键时刻也能给自己多长点气儿啊。血书就是关键长气儿用的，由于天王难度啊，确实不好控制血量，该吃点吃啊。好，一个小包子。哎，你说这个补啊，咱们盘点一下啊。正常是包子，这个我们小时候管它叫小叶包，就是叶子上有个包子。但是其实呢，大家伙知道它应该叫饭团儿啊，就像荷叶里面包上米饭的饭团一样。小叶包。减肥还喝酒吗？这么说吧，偶尔是要喝的，对吧？这个人生如梦，该醉时就要醉一口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觉得减肥也可以喝，但是不要天天喝。你像我，从年前12月份，我不到160斤，对吧？157、8，然后呢，我到现在171、2，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喝酒，甚至呢，连续喝1个月没停过。就比如说1个月30天，我可能喝了25天，所以说就胖了10多斤嘛，对吧？好在我是平常都锻炼爬山。好，这里面后手爆气，可以看到张辽打张辽，但是呢秒不掉啊，这个 boss 没有办法啊，这个方案咱们这个方案里面是秒不掉这个 boss 的啊。就像个兵马俑一样放在关注里。目前咱们11月31号啊，11月底呢合同到期，到期之后何去何从，甚至包括以后做的什么项目，甚至是做直播做不做游戏了，咱们都不一定。但是希望大家伙能够记住我这个人啊，我做什么东西呢？这个最起码是我这个人摆在这儿啊，小嘴巴巴就行，大家伙能支持一下就感激不尽啊，感激不尽啊。张辽打张辽就再见了，让你们觉得蓝哎这什么鬼？还能打着？能打着啊，没事。你们觉得蓝衣服的张辽好看，还是这个粉色衣服的张辽好看？你们觉得红色肚兜貂蝉好看，还是绿色肚兜貂蝉好看？对吧？红配绿。小狼不抽不吐不嫖，还不让吃点喝点的。我与赌毒不共戴天啊！哎，这是紫色吗？这个其实这个赤橙黄绿青蓝子啊，这个紫色和粉色其实定义起来，很模糊的。你像这个它也是粉色，你也可以说是紫色，这个不一样啊。你像以前我们玩那个地下城与勇士，紫色装备和粉色装备它就能分得出来。但是你搁现在的角度来讲，它不太一样了。这个名字，你紫色嘛，对吧？咱们说红的发紫叫大紫，有的紫就不是，对吧？也分很多名字，你叫粉色也没毛病啊。我还是专业解说说掉了，这不行啦，咱技术一般啊，所以说多数以吹牛逼为主，是吧？我看美女迈不动步，喝多也吐，喝多可不吐啊！我那天吐1天，这几天没怎么喝了，喝伤着了。但是要喝的话也馋啊，咱这个该说不说的也确实馋啊，对不对？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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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曲儿你不觉得就是无限重复的话非常的诡异啊，非常有趣儿。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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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捡起来。起跑推进 ，OK， 烽火台。这关的 BOSS 啊，哎，貂蝉肯定是秒不掉了。就目前所有的玩法里面方案啊，虽然说有很多人都能单秒这个貂蝉，但是方案啊还是不行啊。这个赵云首先单秒貂蝉就非常的实在啊，大家伙懂的都懂。但是剩下的就得双人合秒啊，对不对？但是我只能说，你如果说对吧，你这如果秒貂蝉的很多 BOSS 都秒不掉了，不合适。而这里面貂蝉虽然说秒不掉，但是秒这个吕蒙啊，你看看他秒吕蒙的时候，那相当帅了啊，非常的帅。
哎，黄你是只字不提呀。OK， 等，好，要吃啊！这里面有很多好的道具，这里面你看有一个大叶包啊、可以让咱们多长点气儿，对吧？被挠几下，被挠几下呢可以长气儿啊。然后同时呢，对吧？还有这个擦澡巾，但是没啥用啊。能见到孟德吗？你说的是单秒啊？单秒不太行啊。说起番茄哥，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都是前年的事儿了啊。然后当年是我姥姥88岁嘛，然后我姥姥这个喉上长了个那个瘤，就是 HPV 感染啊。然后呢，这个做手术，最后跑到哈尔滨做。这个中途呢，番茄哥这个一直在帮我忙啊。说多了都是眼泪啊。你看我狼，说实在话啊。别说，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咱们小伙伴帮我狼的忙，真的帮的非常多的，我这是非常感激。哎，怎么不播拳皇？我昨天播拳皇的时候你也没来啊！昨天前天全是拳皇比赛啊！我5月1号刚回来播，昨天播一天全拳皇比赛，这没来。开直播工作室嘛，就拉倒了。今年我过2天我就给他注销了去啊！我过2天给他注销去啊！不扯了，不装了啊！那爵哥有点感激啊，爵哥我去北京，对吧？去年去北京，爵哥一手这个老北京铜锅，我说句实在话啊，真好吃。你让我天天吃，我肯定吃不动。但是呢，老北京火锅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老北京火锅啊！首先呢，这个你必须点是啥？必须点是这个现炸的辣椒油、韭菜花加芝麻酱，啊，再加豆腐乳，真过瘾啊！然后就是清锅，上来先涮一个羊尾油啊。记得你有一个茶，你说的是茶台啊，那个叫茶台茶庄。我有一个茶庄，我现在是这个逼样，我还搁这叭叭。我现在我说难听点，我这吴思聪，对吧？我不叫小狼，我叫东北小马云。我有的是钱，我有个茶庄，我还说啥呀？对吧？茶台啊，就是一个小桌子啊，一个小桌子啊。这不是直播打的，这是大前天晚上这个婷婷炸房炸出来的。啊，天王难度张辽秒10啊，而且是最难路线。我有茶庄，我现在活的我比土皇帝一样过瘾。我跟你讲，假如我现在在这个杭州有一个茶庄，我操，我陆羽山庄。我说实在，我天天我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快乐叫做家。我跟你讲。82年的大可乐，对呀。等再去北京，还是要吃一道老北京火锅。我每次去北京吧，都要去吃。北京还有个有个阿然啊，然哥啊，比我小啊，我叫然哥，只是尊称啊。这个传说中，这个他在密云啊。然后每次我去那儿，我就想吃点啥，吃点那个小龙虾。按理说吃到小龙虾，要不你就去什么湖北呀、长沙呀、什么江苏啊吃小龙虾。但是为什么去北京呢？就是那个湖大啊，有点可能是有点，这个就类似于就是其实小狼的解说呢并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大家伙听时间长听习惯了，对吧？听别人不习惯啊，占着这么个便宜，就像湖大饭店似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这去湖大我吃小龙虾还挺贵，你知道吧？还挺贵，啊，然后就每次就去那儿吃。再呢，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东来顺、南来顺，啊，还有就是一直没吃着，等有机会去吃那个丰泽园啊，鲁菜，啊，去北京吃鲁菜啊，北京菜我也吃过啊，来接着请我，那不能光请一顿啊，要请就请个2、3顿，啊，让我想起那个破坏之王，啊，能不能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啊？我可以请你吃饭啊，就请一顿啊！那你想要几顿？怎么也得2、3顿？太过分了你啊！
别提胡大脑袋疼。去胡大，我那次我最狠的是，我在那个主店排了两个小时50分钟的队，最后还是去那个分店的。好，飞轮加上多重伤害，再加上这个对吧？这个特殊加成以及这个张灵剑，可以看到哇，这个伤害啊非常多。这才第一追就打了这么多血，第二追挑起来，前手下蹲 A 后前手，后前前手跳 A， 秦风天听，探店猴逼多，真假瓦郎说，我去探店也行，我做美食直播我应该也行啊。每次呢最后都要来一杯小啤酒，对吧？来一堆小啤酒，谁与争锋？必须的啊。上推荐手速不行，但只需要点到20多点就够用了，30点左右就行，伤害够了啊，伤害就够了。中午早点去不排队，我去，有的时候这没办法，在网上排队，然后结果过号了。其实吧，胡大爷我觉得也主要是啥？主要是这个小母狼他喜欢这个胡大，这个就被我是咋回事？有一次我去北京玩，然后呢我自己去就没带人家去嘛，我就自己去了。我自己去，然后我寻思那我都去了，我咋整啊？我寻思这样吧，那我就那啥吧，我就那个我把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打包了个回来，因为我白天我飞机嘛，我坐飞机，然后我就打包了一个餐盒。小龙虾，我买的也不是特别贵啊，买的是那个8块钱一只的啊。它那有8块，有10块，有12，有15的，好像是最贵15啊。当时买了个8块的，然后呢买了多少只啊？这个40只或者30多只，我忘了，反正也不少啊。它那个个头大啊，然后就买回来了嘛，然后它吃上听了啊。现在小龙虾不值钱，我听说现在养小龙虾的人比小龙虾还多，对不对？然后那小龙虾据说现在这，对吧？这个有的地方都不到10块钱一斤，啊，有的就特别好的17、8块钱一斤啊，那都大个的啊，不值钱了。现在这玩意儿，但是在东北还是少，在东北呢，这玩意儿可能信息传到这儿来有点慢，所以说在东北卖的还是贵啊。一天不躺我狼吹牛逼，浑身难受，听了难受一天，操！那你这很尴尬了，这就很尴尬了。那是听还是不听啊？对不对？这是你的打的啊，这是这个玩家的名字，确实叫这个乖乖女婷婷啊。但是我呢，本着做事严谨的这个风格，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啊。当然，我并没有说我就质疑她是假的，我确实没见过，我只是不能保证她是女的啊。但是呢，业内人士跟我说，都说是女的啊，就是有很多玩家嘛，还有很多小伙伴、粉丝，但我没见过，对吧？我没见过，咱是吧？咱这不敢不叭叭，对吧？万一说是还是不是的，对吧？比如说他是，你说他不是，那不行；你说他不是，你说他是，对吧？对于观众还不负责任。我这人就是啊，咱是做人必须要讲究啊。好。不是，咱直播间你看这个就不要杠啊！我也能理解。我跟你讲，以前我干过这种事儿。以前我玩那个《梦幻西游》，我玩《梦幻西游》，然后呢，我就建了个女的号，建个女的号呢，这个有的时候吧，因为咱哥们穷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600块钱，兄弟们，600块钱，你别说现在，就当时吃一顿饭不得100、200，要是说5、6个人，那200往上。一个月你说实话不够花，对吧？那我对吧？我还玩梦幻西游，好在呢我点卡不要钱啊，我可以用别的方法。那里面的装备怎么办呢？我虽然说不拿钱买，但是我得处关系啊，对吧？我女号那得有女号的优势啊。这后来呢，我就真找了一个婷婷，就是我跟你们说我文工团的那个婷婷，我同事一个女的舞蹈演员啊，这是我前女友的闺蜜。我就找他，我说来，你帮我跟人视频一下子，跟人视频一下子。那个时候吧，谁家也没有电脑，有电脑也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什么笔记本的，对吧？笔记本电脑的，去网吧呢才有摄像头，找个带摄像头的网吧跟人视频一下子，管他要了点那个90级的武器，一些特殊的装备，是吧？咱说实在话，这个虽然说也算是骗子了，但是呢。
反正那后来我也跟人说了，我说我其实是男的，他不信呢，对吧？我说我号，我说我那个号，人家不玩了，给我了啊，对吧啊？好，翻雷八千，怎么就是奔雷8000啊？奔雷咒，这个单秒就正常秒，因为他血这个 BOSS 血量不多啊，随便看。来骗，来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这好吗？这不好。我有这儿还玩一个什么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玩个游戏，玩那个游戏叫做就是劲乐团2，叫超级乐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印象啊？后来也黄了，当时也是那个，当时因为劲乐团黄了之后吧，又有一个超级乐者嘛，想要把这个游戏给补上。因为那个劲乐团版权是韩国的，还要赔版权费，还不赚钱，所以自己开发了个游戏嘛。然后呢，超级乐者里面呢，因为我玩的好，我有劲乐团的功底，我玩的好。我一个男的号啊，男的号呢玩的太好了啊，然后就有一个女的，这个就说是老婆，因为他游戏有这个结婚功能。然后呢，他的名字叫悲伤的钢琴，我印象特别深啊，叫悲伤的钢琴，一个女的号。然后呢，我 QQ 也有，也是个女的。然后呢，地址呢是中国台湾。从来没有摄像头过，也没有语音过，啊！但是他说他是咱们台湾的啊，然后这个是个女的，后来就断联系了，后来不玩了啊，这都是真事儿啊，这都是，对吧？穿越火线，穿越米线，玩了7年，只能单秒6个，其实你多炸一炸。首先啊，就把所有的，你就整点模拟器，然后呢，这个 SL 一下，对吧？把所有的这个 BOSS 你都研究好，对吧？然后呢，你再根据别人的方案，再正常打就行，有机会就能炸出来。首先，你每一个 BOSS 给你足够的宝，你都能单秒嘛，就是给你就是那个方案的宝，然后把熟练度练上来，然后再熟悉全局方案，就我感觉什么事儿吧都要钻。就是说，你就比如说玩了7年，你像我，有的人玩了7年王者荣耀，他照样也就是普通王者水平，但是呢，就是还是没给他逼到份儿上。如果说让他努力练，让他找个高手当他师傅，就是你必须得上巅峰2000，对吧？你普通人上2000其实挺难的，对吧？2200、2000、2100的，你必须得上。你要上不了，要你命，那你研究就行了，你不研究不行。好，这个 BOSS 呢不扯单秒。第一呢，没有特殊道具；第二呢，也不太够，所以说呢，吕布不秒，张辽不秒，吕布不秒。目前呢，这少了2个，很多人觉得能秒，但是秒不了的 BOSS 啊。这个要哎呀，其实也不是说天不天赋，就现在你在跟我说话的这个时候，你每天就练个对吧？练个10个小时。我跟你说，慢工出小活。首先，你有一点，你都秒6个了。你都秒6个了，你都有机会秒6了，怎么了？秒7难道是吧？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你要沉得住气，对吧？要沉得住气。你像我一个我都秒不了，我告诉你，别看我搁这说着小嘴巴巴的，对不对？其实不是说是不是别的角色，我跟你讲，不是天赋的问题，主要是你没拿这个东西当事业，你也觉得就即便你拿这个当事业，你也赚不到太多的钱，你自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是吧？就是这样的，对这个游戏热爱，但是还不够痴迷，不够无疯魔不成活嘛，对吧？都得疯魔起来啊！这个事儿我倒不是说在这里觉得怎么样啊，就是啥，因为这个我也不建议你现在就苦练这个，没有意义。对吧？你现在做这个游戏的人，练秒杀的人，他能赚多少钱？而且已经饱和了，干的人太多了，你练没有意义了。除非你是太热爱了，热爱的不行了，那可以。好的，可以看到他先手爆气啊，先手爆气不费血，所以说这个算秒杀。来看看隐身衣调好，飞轮起手可以，一个飞轮打血不多啊，这不是那个吕蒙，如果是吕蒙的话，那打血就多了。现在只有18级，这个隐身衣的持续时间效果非常短，血杀啊，这里面这个血杀很极限啊，看没看见？后前手最后一次追地，这要翻雷滚天了，跳 A 翻雷滚天啊，单 A 啊，他不是跳 A 翻雷滚天，他是单 A 翻雷滚天，反正能打死也行啊。
接下来这种左慈秒不掉啊，这不用解释啊。其实你练习的方式也有可能会有问题，对吧？让你天天跟公园老大爷玩乒乓球，和把你调到那个省队里，系统性的练，对吧？你肯定会说了，那我不行啊，我没有那个天赋，我练了也没有意义。我是那个省队队长的儿子，就是爱好这个。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天赋和实力去进入省队或者国家队啥的，但是你跟着那个环境练，你也能厉害，至少比你在公园跟老大爷打乒乓球厉害得多。我就是形容这个意思，就是你练习的方式可能还不够好。你像人家练乒乓球，还有自动发球机，对吧？看着别人录像，怎么针对于别人的东西来打。你没有那个练法不行，你不能是每次我都重新开，玩到第一关、第二关不小心没瞄好，然后不行了，对吧？你点拿模拟器点各种说存档，然后吧，你每天你在那个你在第一关秒孙姬的时候，你就每天苦练10遍，先秒杀10遍，练到你只要他站着不动，我就能秒死，我起手打中就一定能秒掉，不会出失误。然后你再练第2关、第3关、第4关的 BOSS。存个档呗，存10个档，存20个档，对吧？然后你再说，是吧？你既然你有秒杀的能力，你可比普通人的天赋高太多了。可能你没有那 S 级别玩家的天赋高，但是你苦练的话，我告诉你，你得有方法，你不能瞎练，对吧？你不能说我就玩随性玩，秒不了，秒了就秒了，对吧？你是我说这个意思啊，能懂的，大家伙能听懂吧？啊？不是。我没有搪塞过气啊！对你不能在健身房练死劲儿，对吧？你看那个打那个拳皇，你不能说光给他打死人，你有时候得跟人打跟水平差不多的，甚至比你稍微厉害一点的打，慢慢的往上上，对吧？一口气跟灰打那也不行，那就容易给你信心打没了。你像有很多足球比赛，大伙儿看那个足球比赛啊，包括咱们国足，有的时候大型比赛，比如说世预赛呀、亚洲杯啊，比赛之前，这个国家队都得去集训，然后甚至找一些队儿去训练。有的队伍呢，有的教练呢说找一个比较厉害的，然后让自己这个对吧学习学习；有的呢是找比自己弱的，让队员呢，加一些信心，让队员找一找状态，找一找射门的那个状态。你要跟强队打，你全程被压着打，就没有射门的那个状态了，对不对？大伙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比如说，想当年中国作为友谊赛之王，想当年德国队对吧？找中国队友谊赛，结果被中国队逼平；巴西队跟中国队也逼平了，对吧？德国队是1-1平，巴西队0-0平，甚至连世界冠军当年的法国队，对吧？在第2年这个世界杯前找中国队当热身赛。结果被中国队1-0战胜了呢，对吧？是不是？这都是啊，他们找中国队本身是要来长士气的，没想到让中国队给揍了，也一样的啊。大家伙能理解我说的吧？啊，这不是这小狼这个左慈已经把左慈的活干了，这是吧？你看想当年咱一个左慈都是一个火箭的。后来变成双飞了，最后变成单飞，现在连个办卡都没有。你说这活还怎么干，兄弟们？很多人说小狼，你看你这个人就情商低了，你这个不能要，对吧？你不要人家还给你要，反而人家会觉得你不给了。当然，我想说一句话啊，这个你们要左慈的时候可是哇哇要啊，这个左慈要的时候我可是开玩笑。好，感谢我们的西神木岩哥，毕竟啊，这个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张嘴3分力啊。这个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该要啊，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对不对？啊，进入贤者模式，啊，他们踢的不是足球，是人情世故，人情世故，这是白扯啊！你像那个卡塔尔踢亚洲杯的时候，卡塔尔已经100%出现了，中国队对吧？最起码打平就能出现，对吧？你赢了的话直接出现，然后呢，这个都派上自己的。超级替补啊，派了7、8个替补，守门员是这3位守门员，结果还让人踢了个1-0，你说这妈让都赢不了啊！哎，30年河东，30年河西，人家老黄曾经人气贼高，
到能赚钱的时候，人气变得就非常低了，因为技术不好，谁也不屌他，对吧？但是抖音时代起来了之后，你看人老黄现在不也站起来了吗？对不对？不要着急，这2023年的下半年，2024年，这就是他的这个福年，对不对？这他都40好几了，还能现在凭现在这个能赚钱，我估计他一年不少赚，对吧？上百万应该有的。所以说不要着急，不要慌，人生这种东西啊，大起大落常有的事儿，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对吧？这个千万不要一有什么事儿呢就赖环境啊。当然呢，也不要光赖自己啊，有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赶上这个时代，没有赶上这个机会，对吧？或者说自己在性格上呢可能过于懒散，过于慵懒了，所以说呢碰上这种情况呢不要着急啊。好，可以看到很多人问这个算秒杀吗？这个不算啊，这个不算啊，兄弟们啊。但是这个玩起来好恶心，这个玩法，这个许旭说张辽你没完了啊，张辽你这么玩，这不你来撞他一脚，再来一脚，哎呀。这个差一点形成伪秒杀的感觉啊！这个不算秒啊，就即便他那么打死也不算秒。但是呢，这个最后那几下，这个牛逼啊！最后那几下直接防住了。你看这个毒打许旭多好使，相当好使啊！对，就是那个黄奕嘛啊！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呢，人生不都这样吗？很多人说我狼以前可那么好的一把牌打成这个样，但是也未必啊，人生啊不一样的，大起大落嘛啊。但是呢，还没起就落了，像我也很正常，性格不改变，不改变自己的思维，不改变自己的思想，对吧？是很难的，对不对？你像我们说什么读书就为了明理啊，读历史也是从历史当中很多王朝、很多的名人、很多的事儿，从中吸取教训，对吧？啊，来看看自己到底怎么样。但是呢，人的本性那么难改啊，维持自己本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需要自己说，对吧？人生不一定非要成功嘛，人活着一辈子，有的时候精彩。啊，是自己评的，不是别人评的。咱们老看别人的故事啊，看《甄嬛传》啊，看什么这个九子夺嫡啊，又看什么这个汉武大帝、唐宗宋祖，对吧？各种看，觉得人家啊丰功伟绩的挺好的。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觉得自己活得开心、活得快乐就好。但是怎么开心、怎么快乐呢？这个欲望吧，你越高，你就越不快乐，对吧？你说我必须要马云我才快乐，我要当美国总统我才快乐，那普通人。那阈值太高了啊，上不去。我觉得人就差不多就行，但是呢，也不要太烂泥扶不上墙，对吧？所以说未来，你像我狼现在今年37岁还没到，过了生日是37周岁。正所谓男人40一朵花，女人40豆腐渣。作为男人的话，我还没到40，有的是机会啊，对吧？又不是七老八十了啊，七老八十你黄忠60、70岁还征战沙场，对不对？姜子牙80了还对吧？还在这个钓鱼呢，啊，这孙悟空被关了500年出来西天取经，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啊。OK， 来，咱们看看现在这个孟获，渔猎，一个9结账，然后暴气前手，好，在这个单秒就要在正上方秒了。好，秦王回身放一个，你看放一个小箭头，这个老虎很讨厌，没事儿再追地。回身一追挑起来前手跳 A， 然后赶紧走。哎，这老虎说人怎么跑了啊？哎，人生感悟是没有少还是多？我跟你说兄弟们，就像刚才小伙伴们说的，我狼这还是低迷啊。如果我狼突然给一个机会站起来了，没准又飘了，又开始我对吧？遥想小狼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我操，对吧？这玩意儿，但是我觉得大家伙儿不要看人的这个成绩，不要看这些东西来评价一个人生的精彩度啊。我觉得这个人生是也就当一场游戏的，对吧？有的人开局冲了个648，人家就牛逼，那没办法，有的人就投胎学投得好，开局648，一出生就有大礼包，那没办法怎么办？那咱们就是吧，靠后天的努力了也有的时候也没有用啊，对吧？因为机会什么的，你648没抽，你天生你暴力比人低，对吧？你幸运值比人低，
人家武器可以加7，对吧？你武器加2就爆了，对吧？但是呢，不加也无所谓，只要你一直在服里玩，你能玩进去，早晚有机会啊，对吧？好，这2个 boss， 一货和2货虽然说是同一个 boss 啊，但是分成2个也无所谓。这个 boss 呢，也跟梦幽一样啊，都是非常简单的秒法，甚至比梦幽啊稍微难一点点而已啊。狼老板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我狼去洗澡，白白的屁股，黑黑的毛。好，来看看这个黄盖，这个黄盖也是武将啊，黄盖也是武将，看不看有招难状？兄弟们有招难状啊！你看这个黄盖，这个哎。这个黄盖长得像不像这个合金弹头？像不像合金弹头里面那个合金弹头5里面一开始上来那个戴面具那小子啊？好，这也不秒啊，这也不秒。所以说你看秒杀13和秒杀10差3个 boss 啊，就是这些 boss 啊，这个不秒不掉的啊。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招安状在手，兄弟们。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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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蹲 A， 哎，其实这个伤害你看啊，比如说1、2、3，然后转身下蹲，哇，这2个大刀片子，我觉得这是张辽，这真的是拿2把大砍刀啊！张辽真的是拿2把大砍刀，对吧？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这个砍刀2把西瓜刀，他这个刀像不像玩那个《热血传奇》里面那个命运之刃啊？后期也有那个霸者之刃啊，对吧？像不像？是吧？道士的终极神器啊，不过也不能说道士的终极神器，3职业都可以用啊。对吧？那攻击也是5-35是吧？啊，我印象中啊，像不像命运之刃加霸者之刃啊？不像，不是井中月啊，井中月是弯的呀，井中月像八荒，对吧？但是八荒的这个形状呢，还跟它是上面刀宽，越往下越窄，八荒是上面窄下面宽啊。什么属性？命运之刃应该是12-16属性，不是特别好的武器啊，就是过渡用的啊。而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稀有武器，就跟那个什么，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啊，就跟红棍和那个叫啥来着？变态四夫管的叫破管真剑，后来叫什么？嘟嘟版本叫破管真剑啊。然后他那个叫祈祷之刃，对吧？那些都是破武器啊。祈祷之刃之所以破，它更嘚的不光是它的攻击力问题，它最嘚的是攻击速度减1。多嘚啊！你说啊 ？QQ 平台可以玩可以的啊，可以。霸者之刃应该是5-35，然后道术呢就是道士的终极神器，就是原版的176是没有霸者之刃这个武器的啊。原版的170最好的武器呢就是龙纹剑。然后战士呢是屠龙，法师的是噬魂，然后1.76版本呢就是龙纹剑变成了什么呢？变成这个就是龙纹剑不是最好的了，因为有逍遥扇，但是呢逍遥扇它也跟那个屠龙跟噬魂不是一个级别的。然后呢出了沙巴克藏宝阁，有了那个叫什么沙巴克藏宝阁有一个 BOSS 叫地藏王，他能爆这个霸者之刃啊，这个霸者之刃呢就是道士的终极武器了啊。道术4-10是吗？那应该不是，道术4-10是扇子就是10，扇子应该是10吧。武松的并铁刀不是啊，武松的那个双刀是那个啥，是戒刀。戒刀是扇面型的，小扇面的啊，不是这种棱形的，不是这种有边棱有角的那种。狼哥现在咋不解说拳皇了？刚才不是问过了吗？刚才说我昨天还解说拳皇呢，前天也解说了，只是今天没有好的比赛，我就没说而已啊。有好比赛会说的啊。而且这2天在 B 站和头条、抖音
以及优酷都是同步上传这2天的拳皇比赛了，也传了啊，也传了，大家伙等着就行了啊。哎。 Go go go！ 快点啊！是为什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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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快点啊？叮咣叮叮，打的过程当中啊，乒乒的声音啊，非常的过瘾啊。由于是最后一关，我们还是坐等一手啊。噔噔噔噔噔。 当当当当，8-33，2-7魔法，3-8道，这是啥？这版本不一样吧？可能啊，现在有好多那个996什么的，996盒子什么的啊，他们好像是那个有的版本，反正也都不一样的。我们印象中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没有逍遥扇，道士就是龙门剑就到头了，然后无极棍，道士的武器特别少啊。 道士的武器特别少，我们给你重新算一手啊！你看一上来呢，首先都拿木剑，然后拿乌木剑，乌木剑的魔法1-0，对吧？道士的第一个是啥？道士的第一个有道士的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啊，对吧？真正有的时候是，你像人家还有战士，还有八荒，有海魂、青铜斧，战士呢还有灵风，到后来这个降魔才是道士第一把武器吧啊！ 啊，半月啊，再就是半月，半月那边人有八荒跟海魂，然后是半月，半月应该是1-1道术，再往后应该就是1-2的那个降魔，对吧？然后就是降魔了。好，这个应该是可以秒，但是呢，他应该说是，他不会在这儿秒吧？兄弟们，我们看一下啊，飞轮，招安状在这秒，好的。 有招安状啊，那就不奇怪了，那就不奇怪了啊。1.76出了苍月之后啊，才有这个逍遥扇。你别看跟逍遥扇对标的是怒斩，还有这个龙牙，但怒斩和龙牙大家伙都了解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武器啊。有的人吧，宁可带血饮、带古玉，也不带龙牙啊。当然，我个人感觉龙牙还是好，但是你想跟噬魂法杖比，那肯定还是，对吧？那肯定还是带这个噬魂法杖好。 再就是屠龙，对不对？银蛇是26啊，银蛇相当于魔杖、炼狱的武器了，对吧？26级的武器啊，然后再往前，上面是啥？无极棍，这个井中月。咋了？我是王小虎啊。 王小虎没谁了啊！玩华夏吗？不知道，没玩过，没玩过。服的话，我玩的其实多啊，私服玩的多。官服的话，就是玩到了76版本，玩到开苍月岛就不玩了，就玩私服了啊。再就是玩过传奇3，官方，但是玩着玩着也不玩了。我当年玩官方啊，作为一个37级的大道，我有啥？我作为一个37级的大道士，带狗啊，我有狗叔啊，然后呢拿着无极棍，一对铂金戒指，一对铂金戒指，一个记忆头盔，然后呢1-5的凤凰明珠，没有天珠项链啊，很抠。好，这一个打了不少血，看没看见？一个脏脚筋打了不少血，一个肉补上。百区玩，百区现在百区也比较实在了啊，这个运9也不是那么难整了，都是我看有好多0-38裁决运7，然后2-6运2的那个记忆项链，2-5运2的也有，然后攻击0-6的金手镯，是吧？这个攻6金手镯。这个2-10的圣战戒指什么啊，什么麻痹护身啊。我那个狗叔是管我们同城的人要的。好，用这个炸花打的是5000分，然后血量非常多，相当于一个盾书的血量啊，加5000分的。看看最后的曹老板，曹老板你就秒不掉了啊，是不是？
但是很多人说曹老板，你有个杜康九能不能秒掉？你有个杜康九能不能秒？如果说你有个杜康九，你有个张灵剑，你再有个赵安壮，是吧？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又开始播了，对，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合同没有到期，10月底才到期，所以说在播的基础上啊，大家伙儿也要理解一下啊。就2条2-5运2的，啊，那我可能是被那种私服，然后冒充做视频的，冒充这个百区，然后什么。我还看过运5的那个什么运5的那个白色虎齿，我操，那真牛逼啊，对吧？那真牛逼，那武器就没有必要那么去怼油了，光怼油怼好多钱啊，怼不起都。好。这就是所有的宝一起打。理论上来讲呢，秒杀呢在刚才那个就结束了啊，在刚才那个打那个魏延呢就结束了。但是呢不耽误啊，毕竟呢游戏咱们有始有终，对吧？看秒杀看多了，就是你看看常规玩法怎么打，而且咱们玩的是天王难度啊，天王难度跟普通难度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啊。他那个百区还能跳点儿，以前咱们玩那个升级武器是不带跳点的啊，现在呢是带跳点儿。跳点儿什么意思？就是很多游戏都有这种套路啊，就是你升级武器有可能成功的话，它不是1点啊，不是加1点攻击，有可能加2点3点是吧？啊，可以跳点啊。所以说0到39也很正常，最多能升7次。传奇有那么好玩吗？其实啊，我跟你们讲啊，咱们说实在话的啊。这个以前咱们以前的敬老院，说老头老太太没啥事玩会儿扑克，玩会儿麻将，对吧？钓鱼，砍会儿大山，玩会儿象棋。未来的那个养老院可能就是一起让你们玩，就可能养老院开私服，然后对吧？给你个电脑让你玩服，你知道吧？对吧？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即便你没玩过传奇私服，可能你玩过别的游戏啊，也一样的。OK， 咱们不谈那些有的没的啊，毕竟呢现在一个倒霉了，我1瓶大可乐都喝了一半了啊。OK， 来自于我们的乖乖你婷婷给大伙儿表演的这个张辽天王难度最难路线的一命秒10，作为人脑的话，已经是非常极限到让你理解不了了。当然了，期待还能秒更多啊，主要方案要对得上，因为毕竟是人脑方案，不是 TAS 方案。在片场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